我舒云熙，小镇做题家，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不为人上人，只为卷中卷。主管，你来了，快看，这是你获奖的奖杯，公司已经决定提拔你为副总了。恭喜！恭喜！恭喜！好不容易成为高级调香师，却在升职加薪、当上副总的第一天，激动猝死了。恭喜宿主获得重生，绑定宫斗系统。你是谁？宫斗？我是宫斗系统，可以提供情报，帮助宿主进行宫斗。如果宿主完成任务，还会提供奖励。你是说，我一个现代高知女性，要跟一群女人抢一个男人？不愧是高管，总结到位。凡入选者尽为答应，以玉牌为证。凡刺花者以落选论，即日遣返。谁能想到我堂堂女总裁，竟然穿越成了一个炮灰少女？都走上前线，让本宫和皇上好好看看。一只猫就能把你吓成这样，哪配侍奉皇上？来人，赐一丈红！不是，皇后娘娘饶命，臣妾不是故意的。慢着，皇上，此女毛躁不成体统，这万一以后不小心冲撞了皇上，臣妾也难辞其咎。还是皇后思虑周全。皇上从未在一个女人身上停留视线，莫非是喜欢她？不过念在该秀女是初犯，本宫就给她一次机会。刘公公赐玉牌，封答应。是。谢皇后娘娘，谢皇上。系统，答应是什么职位？答应就是类似于职场最低的 P1 职位。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舒云熙从小卷到大，从来都没当过吊车尾。宿主若不满现状，可以继续卷起来，早日晋升。不过是换一个地方打工，我一定要卷到后宫最高。上岗第一天就被下马威，等等，这味道好熟悉啊！皇后娘娘，您这宫里可真香啊！土包子，这可是皇上独独赏赐给皇后娘娘的欢宜香，能不香吗？欢宜香，看来帝后也不如表面上那么和谐了。这么大量的麝香，恐怕皇后早就不能生育了。恭喜宿主获得关键信息：皇后家族虽位高权重，但皇后常年无出，这才有了这次的选秀。还真是关键信息。皇后家族位高权重，若再诞下皇子，必将成大患。所以，皇上与皇后娘娘真是伉俪情深啊！兵部侍郎舒家的女儿，果然生得国色天香。同样是牛马，古代的牛马也太没人权了。你父亲本就是我苏家一手提拔，只要你日后忠心，本宫定会护着你。职场上抱紧领导大腿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臣妾定以皇后娘娘马首是瞻。好了，起来吧。看在你如此懂事的份上，本宫便派你去伺候皇上，待日后诞下皇子，少不了你的好处。哼，所以皇后拉拢我是想让我以色侍君，好借腹生子。宿主不愧是最佳宫斗选手。堂姐，你怎么……陈嬷嬷，好好教教舒答应怎么伺候人。多谢娘娘赏识，臣妾定不辱使命。走吧。堂姐，我们才是一家人，怎么能让那个贱人先去侍寝？蠢货！本宫身居后宫这么多年，就没见哪个能入了皇上的眼。
本宫听闻这个舒云熙生得好看，原本想除之而后快，但没想到他性子懦弱，正好为我所用。不过也是，一只猫都能把他吓个半死，不过也就是个草包。你真当本宫不知道他为何会摔倒吗？堂姐饶命，我也是怕他跟堂姐争宠。争宠？这后宫的女人千方百计不就是为了本宫这皇后之位？只要本宫坐稳这皇后之位，还需要去取悦一个男人？可是如果万一他诞下皇嗣，威胁到您的地位，万一诞下皇嗣，那他就会在生产之时意外身亡。本宫不是刚好有了太子？好了，我的好妹妹，能诞下皇子的只会是我苏家的女儿。只要你安分守己，她不过是给你铺路的棋子。一切都听堂姐安排。苏家人派你这庶女来，想取代我的位置，你们不论谁先怀上孩子，只能是本宫的。小主，皇后娘娘说，皇上喜欢自带芳香、身娇体软的女人，特命奴婢给您送来这栀子香膏。好，谢谢嬷嬷。这领导还挺会收买人心的嘛。为了借我的附生子，也算是费尽心思。一点心意，请嬷嬷喝茶。小主客气，今日未时，凤鸾春恩车就会过来接小主，还请小主早做准备。身娇体软，看来皇上喜欢玩的花的呀。小主，您说什么？去，给我找张垫子来。是，小主。小主，您这是做甚？您这样别人看见了，可如何是好？放心，这叫瑜伽，可以放松肌肉，美体塑形。只有我放得开，皇上才会对我欲罢不能。堂姐，你看他那骚样，大胆舒适，竟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使妖术！后宫的纲纪王法何在？皇后娘娘，还请皇后娘娘明鉴，妾身并没有使妖术，臣妾只是奉皇后娘娘之命。奉本宫之命，本宫何时让你在这后宫之中行如此伤风败俗之事了？臣妾听说皇上喜欢身娇体软之人，刚才那些动作可以放松身体肌肉，臣妾也是为了今夜侍寝做准备。那你就可以衣衫不整，不守宫规了。你将皇后娘娘的颜面放在何地呀？舒答应，本宫给你机会，不是让你在这后宫之中为所欲为。来人，舒答应刚刚进宫，不守宫规，给本宫好好教教他。皇后娘娘，臣妾知错了。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臣妾知错了。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臣妾知错了。大意了，忘了这是封建的古代。皇后娘娘，今夜臣妾还有事情，您不能。你在威胁本宫？本宫是这后宫之主，本宫想捏死你，跟捏死蚂蚁一样容易。更何况，你父亲是由苏家一手提拔，你若不听本宫的，难怪让我去当这借腹生子的先锋，原来是想用原主父亲来拿捏我。皇后娘娘，臣妾知错了，臣妾不敢了。足行，用竹板打在脚心最嫩的地方，会有钻心之痛，但是不会留伤。陈嬷嬷，行刑！不要！
天杀的系统，老娘在现代当牛马，好歹不会挨打呀！宿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歹给我个外挂吧！宿主，打工人就是要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这后宫之中，本宫就是你的天。若是本宫不给你机会，你这脸蛋再漂亮也没用。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教诲。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本宫还有几句宫规要好好教教舒答应。堂姐，是。赶紧扶舒答应起来。瞧这可怜样，本宫看了都心疼。陈嬷嬷，还不赶紧给舒答应上药，可别耽误了今晚侍寝。你也别怪本宫刚才教训你，这后宫之中没有密不透风的墙，你光天化日之下衣衫不整，若不是本宫，而是传到皇上耳朵里，可就是打入冷宫的死罪了。哎，好了好了，好好上药，本宫不是答应过，本宫会好好护着你的。多谢皇后娘娘教诲。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好久没在职场遇到这样的对手，我一定要把握好今晚的侍寝机会，努力。来人！皇上，臣妾在这儿。大胆！血色肉色天姿国色，你与心热，我衣裳做一盆瓜，一团火。流连芳泽，魂梦似魔，真情假意求不得，看不破。长生不若，贪欢片刻，世事修行也为我做停泊。何必虚心时空落，风流种种的解脱，解脱。舒答应穿着如此清凉，不怕冻坏身子？反正都要被皇上脱掉的，臣妾为皇上省事儿，不好吗？不穿的少，你怎么知道我身娇体软呢？后宫还从未有如此胆大妄为的女人，他们都怕朕，你倒是……臣妾从小被父亲耳濡目染，连战场上的打打杀杀都不怕，怎么会怕这些？何况自选秀那日起，臣妾就对皇上情根深重。战场，你父亲是谁？兵部侍郎舒敬德。皇上，原来如此。看来那日你故意摔倒，是为了勾引朕，对不对？选秀当日，我差点被皇后处死，所以皇上以为我是皇后的人。我这领导和老板果然是面和心不和。请皇上明鉴，臣妾父亲忠心为国，虽为大将军提携，但绝对效忠皇上。臣妾此次进宫，也是为了伺候皇上，与他人无关。你倒是与选秀那日截然不同，看来
皇后这是又给自己挑了一条好狗。臣妾不想当任何人的狗，就算要当，臣妾也想当皇上手里那把利剑。想要上位，必须大胆。皇上觉得臣妾这香熟悉吗？你活得不耐烦了？舒云熙，你给朕下药，你可知你犯的是灭九族的大罪？皇上，臣妾只是调了香，破闺房之乐，算不上什么大罪。倒是您把欢宜香这样好的东西赐给皇后娘娘，若是被苏家人知道，你敢威胁朕？臣妾不敢。臣妾都说了，只想当您的妾。若皇上不放心，可以把这香日日点着，臣妾永久不孕。只求您他日地位稳固，能留臣妾一命，在苏家人里留住臣妾的父亲。若你今晚有半句谎言，你和你父亲只会死得更惨。臣妾还想伺候皇上，怎么舍得死？也难得遇见知己，花儿醉不等云天大，转不老等云天出，离隔起相望，一年到老会收起。朕允你生一个皇子，不是为了皇后，而是为了朕。看似简单的在春后，花散着脸部一副表情。可口吃的山。没用的东西，完璧归赵，我要你何用？领导这是发现我没用，样子都不装了。皇后娘娘息怒，肯定是皇上念及帝后情深，不愿与娘娘生了嫌隙。什么帝后情深？你的意思是皇上不碰本宫送去的人？职场第二步，无心挑拨老板和领导的关系，这样自己才能见缝插针。皇上肯定心系皇后啊！不是臣妾胆小，不会主动误了娘娘的大事。没用的蠢货，第一次就没让皇上注意到，日后哪里还有半点机会？还不给本宫滚！臣妾知道错了，臣妾这就滚。圣旨到。传圣上口谕，答应舒氏温良恭俭，甚得朕心。即日起晋为贵人，赐居云烟宫。还不赶紧谢恩！臣妾接旨，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这是燕国进献的夜明珠，皇上特地吩咐要拿来赏赐给您，犒劳娘娘操持选秀一事受累了。这都是本宫职责所在。陈嬷嬷，奴才谢过娘娘，先行告退了。公公慢走。虽为侍寝，却进了位分。皇上果然与皇后娘娘情深意重，虽不满臣妾，但仍厚待。
那是自然，我苏家满门忠烈，我哥哥更是掌握天下兵马的大将军，本宫更是一国之后，地位不可动摇。不动摇，就不会找我借腹生子了。皇后娘娘说的极是，还请皇后娘娘再给臣妾一次机会啊！给你机会？如此蠢笨，还不快给本宫滚下去！是臣妾愚笨，臣妾这就退下。看来无论如何，皇上都会给本宫几分薄面。那之后就让映雪去侍寝，记住，让她越大胆越好。是。皇上，皇上，皇上，您都在御花园逛了1个时辰了，雪常在还在养心殿等您呢。这才几日，皇后就坐不住了，又要给朕送新人，她还真是贤惠。好特别的香味。你先回去，朕自己待一会儿。诺。夜深霜浓，爱妃真是好雅兴啊！系统，情报不错，这是对宿主仅剩1分的奖励，算小吧。皇上，臣妾不知皇上会来此处，还请皇上宽恕臣妾不能行礼之罪。爱妃特地在此，不就是为了等朕吗？被皇上看出来了，臣妾知晓皇上今夜心情不佳，特来拯救皇上。上次还是杀意，这次直接镂空了。皇上不喜欢吗？朕喜欢的很。皇上，您来了，臣妾。小主，怎么是你？皇上呢？小主，刘公公说，皇上今晚不来了。什么？是谁？你若敢将今晚的事说出去，就准备给你家人收尸吧。臣妾不敢，臣妾。朕竟不知你如此精通香料，今日这香倒是比先前的香更胜几分。我可是高级调香师，研发的香水都直接卖断货，区区催情香不过手拿把掐。皇上若是喜欢，臣妾下次特地给您调配一款，如何？你不就是朕的活香料吗？皇上，你真坏。对了，皇上，前几日臣妾父亲突然告诉臣妾，苏大将军竟然逼他买卖官职，臣妾担心父亲最后背黑锅，特地让他留了证据，可他发现这事还有皇后娘娘授权。苏家还真是狼子野心。皇上息怒，父亲说买官之人多数为农工商户，只想摆脱地位低下的命运，多数都是些胆小钱多的人，吓一吓他们便能说出实话。舒侍郎不但生了个好女儿，做事还这么细心。
能为皇上效劳，是我父亲的福分。聪明细心些，应该的。老板和领导一样，他们既怕你没能力，又怕你太强盖过他风头，所以功劳都给父亲。我是有用的蠢货，他们才放心。这是统辖西六宫的玉佩，见此，如见似妃之手。今日，朕把它赐予你，更方便你帮朕。可臣妾刚当贵人没多久，妃位，臣妾不敢当。怎么，怕皇后找你麻烦？不过，只要皇上护着臣妾，臣妾就不怕。那你就好好拿着，朕说你当得起，你就当得起。臣妾遵旨。一会儿，朕就让人去拟旨，明日辰时，正式立你为妃。果然，一搭上老板，升职加薪就跟坐火箭似的。不愧是我们苏家的人，比舒云熙那个蠢货有用多了。前朝那些大臣不满本宫无所出又怎样？本宫这皇后之位照样做得安稳。那些朝臣不过是嫉妒咱们苏家在朝中的地位罢了。皇上英明，怎会被蒙骗？不过这舒云熙为侍寝都被封了贵人，你侍寝呢？册封的圣旨怎么还没下？许是昨夜折腾得太久，皇上忘了。皇上说，臣妾像您，日后若是诞下皇子，定是为太子。你是在嘲讽本宫生不出孩子？不，臣妾不敢。收起你那些小心思，本宫再不济也是六宫之主，你一个庶女而已。没了你，苏家可以再找新的姑娘。堂姐，臣妾错了，臣妾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知道就好，滚吧。臣妾这就滚，这就滚。娘娘，要不然还是让舒贵人去侍寝吧，反正他就是个趁手的工具，血常在，野心不小。的确是该让他去。只要能替本宫诞下龙子都行，就看他们谁走好运喽。摆驾云烟宫。这才侍寝了一次就被封妃了，再忍忍，日后生下皇子，说不定就能马上上位成功了，完成任务。小主，御膳房那些太监也太欺负人了。出了何事？奴婢刚才去找他们找吃时，他们竟然给奴婢一些狗都不吃的松食。看来册封的旨意还没下来，那些人还在看皇后的脸色行事。无妨，等下圣旨到了，他们想巴结你都来不及。啊！皇后娘娘驾到！大胆！见到娘娘竟敢不行跪拜大礼！圣旨还未到，不急。不知今日皇后娘娘来，所为何事？皇后娘娘，我家小主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这些东西是奴婢去御膳房求了好久才求到的。灵儿，皇后娘娘面前哪有你这个贱婢说话的份？来人，拖下去，杖责100杖。皇后娘娘，灵儿不过是护主心切，100棍岂不是要了她的命啊？本宫早就告诉你，本宫要碾死你们，就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那娘娘今日来此，给下马威，又是为何？
舒云熙，这就是你如今和本宫说话的态度。小主，怎么，你不服？陈嬷嬷，看来舒贵人记恨本宫，你去告诉他，后宫是谁在做主。忍无可忍了！怎么，你翅膀硬了？臣妾就是翅膀硬了又如何？皇后娘娘今日来，怕不是因为雪常在，昨晚连皇上的面都没见到，今日又来给臣妾机会吧？你说什么？看皇后娘娘这反应，竟不知道这事。皇后娘娘不是号称坐拥后宫，无人敢反抗吗？看来还是被雪常在给骗了。皇上昨晚一整晚可都是跟臣妾在一起啊！好你个舒云熙，本宫小看了你。如今你不过刚刚晋升成一个小小的贵人，竟敢如此嚣张！本宫现在就让你死，让你看看本宫是不是这后宫之主。皇上已封臣妾为妃，协同处理后宫之事，您无权处置臣妾。统辖西六宫的玉佩怎么在你这儿？舒云熙，定是你偷了去！果然不信，就算给臣妾10个胆子，臣妾也不敢偷啊。是昨晚皇上说臣妾伺候得当，特地赏给臣妾的。本宫看你如今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陈嬷嬷，把这个偷窃圣物、冲撞本宫的贱人拖出去，重重掌嘴！奴婢遵命。舒贵人得罪了。小主，不要放开！小主，打，给本宫狠狠的打，打到他明白这个后宫谁说了算为止。圣旨的。皇后娘娘既也在此，奴才正好一并宣读了。舒贵人，接旨吧。臣妾舒云熙恭迎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舒氏云熙性姿聪颖，身为朕心，今特晋封为妃，赐号贤，赏金1000两，锦缎100匹。即日起移居启祥宫，协同皇后处理6宫事宜。钦此。臣妾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喜宿主晋升贤妃，解锁神秘奖励。系统，你总算有点人样了。小主，不，贤妃娘娘，太好了！皇后娘娘，臣妾的玉佩可是偷的？好啊，你竟敢背着本宫勾引皇上，借机上位！娘娘可真是冤枉臣妾了，欺骗您的是您的表妹雪常在，臣妾只是听娘娘的话，好好服侍皇上。娘娘怎么能说臣妾借机上位呢？好一个会咬人的狗！皇后今日真是好兴致啊！臣妾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今日是大好日子，皇后也在，正好，都起来吧。皇上既然要封妃，为何不和臣妾商量？这也是为了给皇后一个惊喜。给臣妾惊喜？皇后慧眼识珠，为朕觅得如此佳人，皇后看好的人，朕必然要她协助皇后管理后宫，为皇后分担。臣妾叩谢皇恩。贤妃
是皇后的左膀右臂，有你们2人，朕的后宫便后顾无忧。皇上，臣妾一定会辅佐贤妃妹们，管理好后宫。臣妾定会尽心竭力辅佐皇后娘娘，不会辜负皇上厚望。如此甚好。时辰不早了，贤妃不如随朕去启祥宫看看，宫中事务繁杂，早日安顿下来，也好早日陪皇后管理后宫。皇后这些日操劳过度，莫要伤了身体，要注意休息。臣妾恭送皇上。舒云熙，既然你能讨得皇上欢心，那就早日替本宫诞下皇子，本宫也好早点送你去死。朕不都默许你成为朕的一把刀了？既然是刀，岂能任人折辱，却不反抗？皇上，皇后娘娘毕竟是您的发妻，又是6宫之主，臣妾的威风再大，也越不过她。当着众人的面，若是臣妾与皇后娘娘针锋相对，传到前朝，岂不是让苏家人有污蔑皇上专宠的机会？枪打出头鸟，在老板面前可不能显得比上司还横。你这个小机灵鬼，都是爹爹教的，臣妾的命是皇上给的，自然要事事以皇上为先，替皇上考虑。你这张嘴倒是越来越会说了。臣妾的嘴不仅会说话，还很甜。皇上，要不要试试？萧雨天，你的宠爱便是这后宫最好的通行名牌。站住！奴才叩见贤妃娘娘。这食盒里装的是什么？要送去何处？回娘娘，是给雪常在备的上等雪宴和莲子羹。又是苏映雪。以前位分低，皇后的人可以随意苛刻我的分量，欺辱我的人。如今我已是贤妃，这个场子我必须找分。灵儿的脸可还疼？回娘娘，奴婢不疼了。不必去启祥宫了，改道去御膳房。起轿！新官上任3把火，这第1把火就从这吃。李嬷嬷何在？回贤妃娘娘，李嬷嬷她。贤妃娘娘这等高贵之人，不在宫里歇着，来找老奴做甚？放肆！见了本宫，为何不跪？老奴在宫里伺候了几10年，见多了受宠的妃子，娘娘出掌事权，还是不要随意动怒的好。毕竟风水轮流转，转的不好，被打入冷宫，熬死，那可是数不胜数。原来是个职场老油条啊，难怪这么豪横。正好就拿他开刀。你这老奴，昔日见本宫身份低微，竟以馊事敷衍，如今本宫进了位分，竟敢以下犯上，冲撞本宫。灵儿，按照宫规，这该如何处置？回娘娘，按宫规当掌嘴。掌嘴太轻了些，这等刁奴留着也是个祸害。来人！
参见娘娘。将这老奴杖责20，扔去新者库，让他好好学学什么叫尊卑有序，祸从口出。是。你敢？老奴可是皇后的人！大胆奴才！皇后娘娘向来奖赏分明，怎么会养出你这样的东西？传出去，别人还以为皇后娘娘管教无方。今日就让本宫好好教训教训你。我不是，我没有。把他的嘴给我堵上，本宫不想听见他的声音。助纣为虐，视为包庇，即刻起撤换御膳房所有宫人。至于这些超出分例的吃食，一律扣下。是。你说什么？你是说舒云熙在御膳房打了你？是。堂姐，他连我的愿望都给扣下了。对，奴婢一提及皇后娘娘，他还没立刻对奴婢动手，还要换掉所有的宫人。好个贤妃，这是拿本宫立威摆谱。哼，本宫当真是小瞧了他。堂姐，你可要给他点颜色瞧瞧，不然他就要仗着皇上的宠爱爬到你头上来了。陈嬷嬷，既然贤妃要换掉御膳房的人，那你就再精选一批可用之人，给他送过去。是。皇后娘娘，贤妃打奴婢就是打您的脸呢，您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李嬷嬷，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纰漏？这些年，你借本宫的名义搜刮了不少钱财，看在你我2人主仆一场的份上，告老还乡吧。皇后娘娘饶命，奴婢知道错了。再不走，是要让贤妃把你逼死才罢休吗？皇上，皇上，臣妾出掌失权，不熟悉宫中人事，臣妾斗胆，恳请皇上圣裁，替臣妾挑选些得力的人手，臣妾也好安心。也好，朕看看。这些人都是有些手艺的，为人也还算本分，不过没什么门路，一直被安排做些苦差事。就他们了。明日你把这些名单整理好，把我们选中的人写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是，娘娘。皇上，皇后娘娘派了人来，说是有要事求见。皇上万福金安，贤妃娘娘万安。皇后有何事？回皇上，皇后娘娘命奴婢前来给贤妃娘娘赔个不是。昨日御膳房的事是李嬷嬷糊涂，冲撞了娘娘，皇后娘娘已经重重的责罚了她，并将她赶出了宫。日后断不会有人再忤逆娘娘了。这是皇后娘娘亲自为御膳房选的名，请贤妃娘娘过目。好个皇后，反应真快，先礼后兵。若是驳了她的面子，倒显得是我的不是了。这领导果然难斗。启禀皇上，督察院张御史紧急求见，殿外候旨。他又有何事？宣吧。微臣张道参见皇上。臣今日斗胆弹劾镇国大将军苏渊，结党营私，贪墨军饷，其罪当诛，请皇上圣裁。
大胆！镇国大将军苏渊，乃是皇后的长兄，国之柱石。张御史，你竟敢弹劾他？这是臣下搜集的证据，皆在此处，请圣上过目。皇上，朕无心此事。既然名色在你手，你看着办。臣妾遵旨。娘娘，娘娘，不好了！慌成这样像什么样子？何事惊慌？说。张御史在御书房当着皇上的面弹劾了国公爷。什么？兄长被弹劾了？兄长一心为国，什么人敢弹劾他？皇上什么态度？皇上当然不信，只是他无心后宫之事，直接让贤妃按名册选人了。什么？让舒云熙自己来？随他。本宫兄长被弹劾诱辱，皇上根本不相信。舒云熙当上贤妃诱辱，他不过是本宫生死工具罢了。舒云熙，你且快活着，快，在祭祀大典上，本宫就让你知道，给本宫当狗才是你。喂，往年祭天大典，唯有春宫皇后方可伴驾，今年怎么？听说这个贤妃可是皇后亲手提拔的，贤妃的父亲也是苏大将军力荐的人才。这后宫岂不是也被他们苏家把控着？唉，贤妃如今荣宠一时，要是诞下皇子，必定也会落入皇后之手，成为苏家的工具。你说话注意一点。吉时已到，请皇上、皇后娘娘、贤妃娘娘上香。龟甲烈，灾祸至！皇上，此乃大凶之兆啊！何解？启禀陛下，臣得知贤妃娘娘将与皇上一同祈福，特在昨夜夜观天象，将贤妃娘娘的生辰八字做了测算，发现娘娘命格过硬，与国运相冲啊！哪来的神棍，竟然诋毁我，影响国运？这不是成心让老板开除我吗？今日龟甲碎裂，正好验证了妖妃降世，此乃祸乱朝纲、危急社稷之兆。仅凭龟甲开裂就说本宫是妖妃，我看你才是妖言惑众。今天见慎言，此乃国之大典，岂容你信口雌黄？臣以项上人头担保，所言句句属实。若贤妃娘娘还留在宫中，一引天怒，恐致我朝覆灭。这是皇上，
臣年少之时便上了战场，这江山说是臣带着万千将士用命打下的，也毫不为过。难道皇上要为了一个妖妃毁了这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吗？请皇上以江山为重，处置妖妃，以安天命；处置妖妃，以安天命；处置妖妃，以安天命。皇上，臣妾冤枉了。本朝在皇上治理下，国泰民安。诸位大人，仅凭青天剑一人所言，就断定本宫扰乱国运，莫非是想诅咒我大言悉数将尽？更何况，本宫乃皇后娘娘一手提拔，生辰八字更是由内务府再三核验。若本宫的命数有问题，岂不是说皇后娘娘识人不明，将妖星带入宫闱，企图祸乱朝纲？这个舒云熙，本想给他施压，让他看清事态，继续为我所用，没想到竟敢反咬一口，想让本宫和苏家一起陪葬。听闻近日朝中有大臣弹劾苏大将军徇私舞弊，刘大人此刻发难，莫不是想借本宫之事，坐实苏家有不臣之心，借机动摇国本？皇上，贤妃妹妹年轻，言语上恐有冲撞之处，但青天剑仅凭龟甲之言便定妖妃之罪，实在太过草率。臣妾相信贤妃妹妹并非妖孽，其中定有误会。真是见识到了领导的超绝电力。刚才就你喊得最凶，见我把苏家拉下水了，就上赶着替我说话了。贤妃为皇后亲选，他二人共同为朕打理后宫，从未有失。苏大将军更是为朕出生入死。刘成，你放肆！皇上，这都是妖妃在挑拨离间。臣从未说过皇后娘娘和苏大将军如何。这妖妃为了活命，巧言令色，故意曲解臣的意思。如此妖妃，若不杀之，我大言威矣！这老匹夫是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萧雨天，你会为了所谓的天意牺牲我这个棋子吗？皇上，臣妾当真是有罪，竟然被这妖妃蒙蔽，辜负了皇上的信任。朕的江山容不下一点点威胁，哪怕仅仅只是一点点不祥之兆。舒氏云溪冲撞祭天大典，弄得人心惶惶，人言汹汹，即刻起褫夺封号，打入冷宫。警告！宿主即将被打入冷宫，宫斗等级归0，生命值持续下降，生存危机 max。舒云熙自古帝王多薄情，这后宫终究是本宫的天下。皇上，臣妾冤枉，臣妾不服。皇上，臣妾能为您分忧，能做许多旁人做不到的事情。皇上，您真的舍得臣妾吗？萧雨天，你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罪名放弃我？你的帝王权术呢？你的制衡之道呢？皇上，天命不可违，此刻万万不可心软，恐酿成大祸，遭万民唾弃。不要！皇上，我不是妖妃！皇上！舒云熙，你这又演的哪一出？方才还伶牙俐齿的狡辩，眼下就开始装病博同情了。现在处罚你，倒是显得朕有些冷血无情了。刘公公，传太医。传太医。装模作样，就算查出点什么，一会儿你照样要被打入冷宫。恭喜皇上，贺喜皇上！贤妃娘娘乃是慢。
喜脉，正是贤妃娘娘怀孕1月有余，龙胎稳固。怎会如此呀？怎么会怀孕呢？系统，宿主，我在。风飞神秘脚印，我要兑换好运符。好的，宿主。还好，我早有准备。原本打算让舒云熙冠上妖妃之名，让她从高处摔下来，本宫再给她一个当狗的接吻。没想到这个时候她有了身孕，不过也好，等她诞下皇子，本宫有10000种方法弄死她。皇上，云溪妹妹怀有身孕，实乃社稷之福，臣妾恳请皇上念在龙嗣的份上，先让她来臣妾宫中安心养胎，好为皇家开枝散叶。苏映雪的肚子迟迟没有反应，不如先看好这个贱人的孩子。皇后深明大义，甚得朕心。云溪，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若生下来，日后必定养在皇后宫中，对朕更是威胁。原谅朕没得选。皇后娘娘仁德。你腹中既有龙翼，朕本该顾全。但舒云熙冲撞祭天大典，妖女之名传遍朝野，即使诞下龙翼，亦是罪子，恐污皇家血脉，动摇国本。朕意已决，来人，将其带走。皇上，这腹中是您的孩子，皇上，皇上，皇上，不要，皇上，皇上，这可是您的孩子啊，皇上，皇上。这冷宫虽处处透着萧条，饮食衣物却从未短缺，甚至比以前更精细。皇上执意将我打入冷宫，果然是怕苏曼曼抢走我腹中胎儿，拥立新君。好一个帝王心术啊！看来我想要离开冷宫，必须得先扳倒苏家。参见皇后娘娘。虽妃舒云熙见过皇后娘娘。云溪妹妹何必如此多礼？还不快请起！本宫知晓你怀孕辛苦，特意带了些滋补之物前来看你。臣妾谢过皇后娘娘。妹妹何必如此较真？本宫也是为了你肚子里的龙翼着想。前几日本宫的兄长传来书信，说妹妹的父亲在军中操劳凄苦，不慎伤筋动骨。你说这军营凄苦，又无人照顾，万一有个什么好歹。这个毒妇！不过妹妹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平安诞下皇子，再将皇子交由我抚养，本宫定会视他如己出。届时还会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几句，定能允你父亲性命无恙。臣妾谢皇后娘娘提点，娘娘对我舒家如此大恩，臣妾定当相报。舒云熙，你的孩子本宫要定你。至于你，就好好在这冷宫待着。妹妹好生养胎，本宫先回去了。利刃该出鞘了，朕定当竭力救出你父亲。苏曼曼想利用父亲拿捏我，怕你是没这个机会。哼！皇上怎么愁眉不展？是在担心那冷宫的舒适？大好的日子，提那罪妇做什么？朕今日设宴，是犒劳苏将军。皇上费心了。皇上与兄长许久未见，今日定要多饮几杯。
近些年，边境安康，百姓安居乐业，是苏老将军治军有方。此乃臣分内之事，已是托先帝洪福。边境既已无大战事，这军中事务也可稍作调整。苏老将军掌管虎符多年，劳苦功高，也是该歇歇。皇上，皇上，军国大事岂能儿戏？朕并非儿戏。那皇上就是觉得臣老了，不中用了，想收回臣的兵权。兄长，皇上也是体恤你。皇后不必多言。皇上，这虎符是先帝亲授，臣追随先帝征战沙场之时，皇上恐怕还在习字。臣种马半生，为国尽忠。如今皇上登基未稳，你要卸磨杀驴吗？苏老将军此言差矣。皇上若无他事，臣身体不适，先行告退。罪非舒云熙，兵部侍郎舒敬德携众将求见。舒云熙，他不是在冷宫吗？大胆舒敬德，未经传唤，竟敢擅自离营，开张何罪？罪非舒云熙，叩见皇上。臣舒敬德叩见皇上。末将叩见皇上。这贱人是故意服软，为的就是让本宫放松警惕。舒云熙，你不在冷宫待着，夜闯宫殿，所为何事？回皇上，臣妾父亲遭苏家戕害，臣妾要状告镇国大将军苏渊，贪污军饷，克扣粮食，欺上瞒下，结党营私之罪。放肆！你这个罪妃，竟敢血口喷人！大胆舒云熙，你装疯卖傻在前，眼下还涉图诬陷国舅，该当何罪？皇上，小女所言句句属实。苏渊在军中只手遮天，排除异己，早已不是秘密啊！末将儿郎为国捐躯，战功赫赫，却被苏渊之子苏湛冒名顶替，还诬陷我儿临阵脱逃，害得我儿死不瞑目。皇上，苏渊克扣军粮，夜观将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末将亲眼所见，不少将士被活活冻死，还被苏渊扣以逃兵之名啊！金牌胡言！你们只是串通好了，故意构陷本将军。皇上，臣妾的兄长绝对不会做出此事，倒是这个舒云熙装疯卖傻，欺君罔上。皇上，苏家罪证在此，桩桩件件皆为实证，请皇上明察。好一个镇国大将军！你自己看看，你苏家仗着权势卖官卖官，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苏渊，朕念你有功于社稷，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自请致仕，还是要朕帮你体面？萧雨天竟然给我摆了一道鸿门宴！皇上，臣御下不严，识人不明，臣有罪。识人不明？你的意思是说，这所有的事情是我父亲干的？正好，臣这里还有些证据。微臣这几年被大将军府的人逼迫，利用户部为苏家谋利，这每一件臣都记得清清楚楚。皇上，
还请查阅。苏定哥，哥哥，臣这些年久经沙场，竟不知我们苏府打着臣的名义干下这些荒唐之事。臣愿意救出兵权，皇上彻查此事。还是被他甩了锅，还好兵符要回来了。皇后，你可知罪？皇上，臣妾哥哥所做之事。哦，是吗？传，钦天监刘成。微臣参见皇上。刘大人，当初祭天大典，龟甲碎裂，你言之凿凿，说本宫乃是不祥妖物，祸乱朝纲。是微臣一时糊涂，算错了卦。糊涂？我看你是利欲熏心，收了不该收的东西。你家账房凭空多出了1万两黄金，那入账之日便是祭天大典前一日。说，到底是谁指使你诬陷本宫？是有人给了微臣好字，让微臣陷害贤妃娘娘。皇上饶命，微臣再也不敢了。何人？微臣不敢说。皇后，钦天监收受贿赂，构陷嫔妃，你御下不严，你可知罪？皇上，皇上，臣妾知罪。朕念及与你夫妻一场，罚你禁足后宫3个月。舒云熙，臣妾在。你揭露奸逆，有功社稷，即日起恢复封号，先回启祥宫。皇后禁足期间，代管凤印，管理后宫。恭喜宿主获得凤印，宫斗等级暴涨90%，神秘奖励+1。谢皇上隆恩。施爱卿，臣在。你教女有方，查证有功，擢升兵部尚书，即日上任。臣叩谢皇上天恩。2位将军，你们蒙受冤屈，朕会彻查补偿。谢皇上，末将叩谢皇上。叩谢皇上。哥哥，你这又是何苦？苏家兵权只是暂时狂落，父亲在朝经营多年，朝中门生故旧遍布，咱们苏家根基未动啊。暂时。萧雨天那个皇后小孩，今日能夺我兵权，明日就能血祭苏家。你口中的根基，不过是空中楼阁。只要我还是皇后，只要苏家还在，咱们就有办法周旋。周旋？你这个皇后都快有名无实了，你要等他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再周旋？我暗通钦天监，他都不敢动我，说明还是忌惮着那些拥护你的士兵们。所以哥哥，不要轻举妄动。我看你呀，是在后宫待得太久了，不知道什么是刀光血影。哼！哥哥，哥哥说的对，既然萧雨天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这镯子衬你，这些时日你受委屈了。臣妾为皇上乾纲独断，只有欣喜，哪有委屈？爱妃有勇有谋，朕果真没有看错人。只要我保证腹中的胎儿平安诞生，到时候母凭子贵，
就能成功上位。这是朕的第一个皇子。这皇帝倒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皇后驾到！参见皇后娘娘。臣妾参见皇上。朕不是让你禁足了吗？先前臣妾让贤妃受了委屈，特意带了些补品前来请罪。只要贤妃妹妹原谅臣妾，臣妾立刻禁足。这领导还真是能屈能伸啊！多谢皇后娘娘关心。先前因为本宫的疏忽，让贤妃受惊了，还希望妹妹一定要原谅姐姐才好。这雪燕与阿胶是我家娘娘亲自到御膳房精心挑选的，贤妃娘娘圣眷正浓，又怀了皇嗣，得好好补补。多谢皇后娘娘关怀。谁？皇上小心！护驾，有刺客！护驾！皇上小心！皇后如何了？回皇上，皇后娘娘幸未伤到要害，只是失血过多，加之受惊，才导致昏迷。臣已施针止血，开了固本培元的方子，皇后娘娘只需静养数日，便可无碍。无碍便好，你先下去开方煎药。是。皇后娘娘对皇上可真是情深意重，奋不顾身的舍命相救。谢小主说的是，危急关头，只有皇后娘娘将皇上的安危置于首位，此等深情，感天动地。戏精！我这个领导是真拼啊，竟然冒死救驾。皇后，你怎么了？感觉怎么样？皇上，还好你没事。臣妾不怕死，只怕皇上受到伤害。好在万幸，您没事。皇后，朕明白你的心意，只恨臣妾无能，不能替皇上挡下所有伤害。苏家世代忠良，臣妾兄长不过是一时糊涂，但对皇上、对大言忠心耿耿，天地可见。朕明白。罢了，念在你救驾有功，朕便免除你的禁足。这几日你好生休养，莫要多想。等朕会见完外国使者，便拔擢你几个苏家子弟，充军中尉。好一招苦肉计！敢在行宫行刺朕的，除了苏渊，还有谁？苏曼曼，你替朕挨这一剑，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苏家？臣妾多谢皇上。受这点伤如何？苏家的荣耀，本宫必须得保住。苏家被弹劾，皇后舍身救驾，扭转颓势，又赚得人心。这一剑看似凶险，实则步步为营。苏曼曼，你可真能斗！参见大言皇上。免礼。皇上，今年出了昌葵贡品，我王特意为你献上我国奇物一件，以示敬意。这是何物啊？这是何物？大胆蛮夷，竟敢以棺椁之物觐见皇上，是何居心？大人误会了，这并不是一个棺材，是一个乐器，能做出天籁之音。乐器？这是乐器，这能做出天籁之音，还能奏出天籁之音？堂堂大言，竟无人识得此物，真是孤陋寡闻！放肆！蛮夷之物也敢在此宣扬？皇上息怒，臣下失礼了。这是我国与贵国商议好的新的契约，还请皇上过目用印。
外文，为何不叫鸿胪寺去翻译？皇上，鸿胪寺今日召病，臣下觉得此乃小事。其余内容需之前上禀符二，还请皇上改印，好让臣下回去复命。A girl or verse who can't ever understand the verse。皇上，使臣如此称颂皇上，赞我大燕国力强盛，不如就允了使臣的请求，盖了这印玺，也好彰显我大国风范。来人，盖印。慢着。贤妃，你怎么来了？臣妾没见过此等场面，一时好奇，便擅自来了，还请皇上恕罪。无碍。有件事，臣妾想问这位使臣大人，你刚才可是说，一群蠢货连字都看不懂？什么？居然敢这么说？你说什么？你又不懂倭寇语言？舒云熙，你好大的胆子！你如今怀着身孕，不好好休息，跑到这儿大放厥词，还对使臣无礼，成何体统？皇后娘娘所言极是，且不说贤妃娘娘一介阁中女子，学识有限，这古往今来后宫不可堪称的道理还不懂吗？皇上，臣妾并无打扰的意思，只是方才听到这位使臣言语侮辱在先，又匆匆的签订契约，恐防有诈。大燕兵力深厚，我等小国本就佩服，两国友好往来多年，要想做手脚，岂会等到今日？云溪，你怀有身孕，不便劳心费力，退下。皇上，退下。差点忘了，我这身份确实没有接触杨文的机会，这可如何是好？皇上，方才一点意外，少了您的行程，还未向你介绍国王给你进献的宝贝。此物乃我西洋国乐器之精粹，能扣得万象，奏天地清音。这蛮夷之物，口气不小，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乐器。使臣有心了。皇上，听说贵国能人一时中途，不知可有人能弹奏一曲，让我见识一下大燕的实力。不就是钢琴吗？也值得这外国使臣把眼珠子翻到头顶。我小学一个班30个人，20个人学了钢琴。皇上，雪常在自幼被通晓音律，不如让他试试，也好回应使臣一番盛情。回皇后娘娘，臣妾没学过这种东西。皇上看着，快去试试，千万不要丢皇家的脸。臣妾领命。雪常在，不要让皇上和使臣久等。哎呀，这弹的什么？弹的什么呀？这是！哎呀，这也太难听了，这是！回皇上，请恕臣妾愚昧，还不快下去！看来贵国人才不过如此。皇上，贤妃，本宫从未听你擅长音律，不要在这儿丢人现眼。既然娘娘未曾听闻，那如何断定臣妾不会？这位娘娘，你也能懂音律，莫不是也要和刚才那位娘娘一样乱按一通？本宫还未弹奏，使臣大人如何断定本宫会乱按一通？皇上，请给臣妾一次机会，为我大燕挽回颜面。若不成，臣妾甘愿受罚。准。皇上。上去干嘛？上去干什么？你会他吗？装模作样。
这都谈的什么呀？这也太难听了，这难听死了，太好笑了。皇上，您瞧，臣妾早就说过他不行，这比血常在谈得更加不堪入耳。这不是把我大言的脸面放在地下踩？怎么会？我明明记得执法，怎么会这样？舒云熙，还嫌不够丢人吗？赶紧退下！退下好了，国妃禁吃。皇上就不该让他胡闹。舒云熙，皇上，臣妾发誓，臣妾真的会。贤妃，跪下。舒云熙，你这是做什么？原来如此，这钢琴根本没有调音，怪不得这声音那么怪。来人，盖印，朕要与使臣。好听啊，真好听啊，弹得真好啊！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皇后娘娘，她真的会弹啊！此曲只应天上有。贤妃娘娘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哎呀，真是好啊，好啊！弹得真好啊！好啊！使臣大人，此物名为钢琴，靠敲击琴弦发声。乐器和人一样，要调整到最佳状态，才能发出天籁之音。方才音色不对，是因为它远渡重洋，未经调试，琴弦松弛，音准失调罢了，并非我大言无人能驾驭。你说什么？不过比起乐器是否调试，皇上，臣妾以为这份契约更需要好好调试一番。你什么意思？这契约有问题。皇上，经臣妾亲略一瞟，发现此契约看似公平，实则暗藏陷阱。若真签下，恐损我大言重大利益。这是污蔑！这是污蔑！是否污蔑，皇上自有胜断。大不了请刘公公跑一趟，再请鸿胪寺精通外文的官员仔细审查一番，便知分晓。使臣，你要作何解释？你如今之事便听闻你去要妃，现在竟有妖言惑众，诋毁我王！大人，你怎么了？大人，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啊？是你这个妖妃！我？平时你有妖术，隔空杀害了我们大人。你话本看多了吧？我们大人刚才好好的，就是被你妖言蛊惑，才突然气绝身亡。这贤妃娘娘刚才确实指责了使臣，难道真有什么邪术不成？真是天助我也！贤妃，你竟真的会妖术！皇上众目睽睽，这可做不得假。他们竟然把阿特丽的死怪到我头上，这太荒谬了！朕可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来人，拖下去，送太医院验尸。皇上，我们大人在贵国被害，若不给我们一个交代，严惩凶手，我王绝不善罢甘休。大言欺人太甚，我们这就书信回去，回禀王上，联合西域诸国向大言讨说法。放肆！皇上，使臣猝死殿上，事关重大，恐怕引起邦交动荡啊！为奸之计，需安抚使臣随从，查明真相。但贤妃娘娘确实脱不了干系。贤妃，你可有话说？皇上，臣妾绝无加害之心，使臣之死定有蹊跷，或许他本身就有疾。胡说！我们大人身体一向强健，就是你用妖术害了他。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不是要打仗了吗？这不是。舒云熙，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正好借此事让皇上看到外患内忧，兄长的虎符也该物归原主了。皇上，请尽快定夺，若真因此引起战事，国盆动摇啊！请皇上以国事为重，请皇上给我们大人一个公道，严惩妖妃。哎呀！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在舒云熙身上，本宫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捏死这个小贱人。贤妃，你要不还是认了吧？你眼下承认，皇上或许还会从轻发落你。皇上，臣妾与使臣无冤无仇，何必会杀他？这不是自寻死路吗？牙尖嘴利，皇上，您若执意包庇妖妃，那便开战。什么？哪有什么隔空取命法呀？看他口吐白沫的样子，好像是使臣大人是死是活，不过是你们一面之词。本宫倒是要看看是何等妖术，能让本宫隔空取人性命。就想再靠近我们大人，一定是想毁尸灭迹。让开！果然，瞳孔对光有反应，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舒月熙，你在做什么？你竟敢当众女士！杀了这个妖妃，为大人报仇雪恨！我这是在哪里？大人，你又活了！你们大人的命还真是硬。本宫一拳下去，倒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还好赌对了，这招叫胸外按压，古人不懂，只会以为是蛮力。你这个妖女对我做了什么？使臣大人这话可冤枉臣妾了。本宫能对你做什么？只不过看你一口气没下去，险些憋死，帮你顺顺气罢了。倒是使臣大人身子骨如此硬朗，为何方才突然气绝身亡？莫不是在契约上做了手脚，心虚过度，自己把你别乱说话，我只是不舒服，跟那个契约没关系。哦，突发急症，早不发晚不发，偏偏等本宫指出契约有问题，在皇上细查之时发作，这也太巧了吧！皇上，这位使臣大人入殿时便行迹诡异，先是以奇物钢琴刁难，又是拿满是外文、条款不明的契约催您用印，如今更是上演一出死而复生的离奇戏码，扰乱朝堂，意图蒙混过关，其行可疑，其心可诛，请皇上明察。阿特利，这是朕的大言朝堂，可不是你装神弄鬼、搬弄是非的地方。我们大人身体不适，确有其事，但契约内容都是两国早已商议好的，绝无欺瞒之意。诚心商议，那为何契约条款之中多处关键之处语言不详，甚至暗藏弹拨我大夏利益的陷阱？若非本宫对贵国文字略懂一二，皇上龙目偶有不及，一旦盖下玉玺，届时损失之重，恐非诚心二字可以弥补。这蛮夷之邦竟敢如此包藏祸心，请皇上严查此事，绝不能让此等奸计得逞，更不能轻饶了这欺君罔上的外国使臣。皇上，二位使臣或许只是一时糊涂，两国建交向来不容易，还请皇上以大局为重。皇后，你是要朕看着朕的江山社稷被人任意欺凌戏耍，还要顾全大局，忍气吞声吗？刘公公，将此契约即刻送往鸿胪寺，命相关官员连夜审查，一旦发现有任何异样，明早报告朕知。另外，命太医院所有当值太医都来给这位使臣大人好好会诊，务必查清楚使臣大人患的是何种疾症，竟能如此恰如其时的发作，又能碰巧被贤妃娘娘一拳救活。大爷皇上息怒，此事皆是我在小国，使臣见识浅薄，必须些，一是闺蜜心窍，还请皇上
念在两国昔日交情的份上，从轻发落。鬼迷心窍，朕看你是狼子野心，大包天，把他带走。恭喜宿主成功戳破外交骗局，日就垂死使臣，扭转乾坤，打脸全场，获得神秘大礼包+1，完美！老娘商谈重要合作多期，敢在我面前玩文字把戏，这些藩邦还……舒氏云溪上前听风。臣妾在。你于今日邦交之事，质辩藩邦使者，为大言挽回颜面，护我邦国利益，此乃大功，朕心甚慰。接来皇上天威，臣妾不敢邀功。公是公，朕宣布，贤妃舒氏云溪德才兼备，于今日邦交之事中表现卓越，扬我国威，特赐文渊阁玉佩，可随时进出参阅典籍。列若再有涉外之事，贤妃可从旁参议，为朕分忧。皇上，此等赏赐过于贵重，臣妾真是后宫独一份的殊荣，又卷上了一个新的层次，爽！朕相信你的才智，大言也需要你，谢恩吧。臣妾叩谢皇恩，定不负皇上厚望。宫外的山水虽好，倒也没有宫里住的舒服。太后能回宫颐养，是宫中之福。臣妾能伴驾左右，亦是万幸。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哀家不在宫里这些时日，这宫中可还太平？想来有皇后娘娘主持，一切安好。娘娘，太后娘娘已经回宫，一同回来的还有赵婕妤。他们终于回来了，本宫的戏台可得给他们搭好。赵婕妤的祖父乃文渊阁元老，他自诩才高，如今舒云溪那个贱人能够自己进入文渊阁，还能参与国事，他岂会甘心？本宫倒要看看赵婕妤这把刀。这文渊阁的典籍，随便拿出一本，那可都是百万级的藏品。赵姐姐，你这可算是回来了。之前堂姐还一直跟我夸你，说你博学多才，不愧是我大言第一才女，还让我等好好向您学习学习呢。那是皇后娘娘赏识，我呀，也就是跟着祖父多读了几本书，比你们略懂一些学问吧。婕妤姐姐，妹妹听闻那文渊阁可是你祖父所建，藏书众多。哎呀，我真的好想进去看一看呀！可是这剑阁里除了婕妤姐姐，就没有其他人能进去。如今皇上把这文渊阁赏赐给了贤妃，我怕是更没机会了。什么？赏给贤妃？嗨，你瞧妹妹这张嘴，婕妤姐姐你才刚回来，可能还不知道呢吧？如今贤妃身怀龙嗣，前几日更是因识得几句洋文，戳穿外臣诡计，使得圣心大悦，皇上便把这文渊阁赏赐给她了。不仅让她随意出入，还许她参与朝政。舒云溪，一个武将的女儿，凭她也配跟文字沾边？皇上真是被美色所惑，本宫自幼饱读诗书，精通六艺，我倒要看这个皇家锦囊有几分真本事。是，婕妤姐姐说的是，那文渊阁本是您祖父所建，论才学，别说是在这宫中了，就算是放眼整个大研，谁又能及您呢？
贤妃，怕是连女剑都未曾读全吧？这不正巧了吗？正要说着贤妃呢，那她不就来了？贤妃娘娘，请留步。臣妾随太后出宫休养，昨儿个才回宫，没想到这皇宫竟添了许多新人，没能第一时间去给贤妃娘娘请安，真是失礼了。赵婕妤作为老人，常伴太后身侧，孝心可嘉。只是皇上从未跟我提起过你，我也不知需要你请安这点小事。贤妃娘娘真是好福气，得了皇上的青睐，竟能出入文渊阁这种清雅之地。只是这文渊阁是学术圣地，娘娘若是只进去纳凉赏景，怕是辜负了皇上的一片心意。赵婕妤也是皇后的人，第一次见面就对我敌意这么大。赵婕妤多虑了，本宫自知才疏学浅，皇上给了我进出文渊阁的机会，我当然要潜心修习，不敢有丝毫懈怠。既如此，那臣妾有个不情之请。听说贤妃娘娘见闻广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若3日后见皇后娘娘的赏花宴，你我便以关心为前提切磋一番。不知娘娘可敢应战？武将的家庭出身，不就仗着肚子里怀着龙种，圣德圣恩吗？那些古籍连我都看不懂，我定让你当众出丑，看你如何有脸出入我祖父所建的文渊阁。赵婕妤这提议甚好。女子读书明理，为后宫表率，亦为家事。贤妃，你觉得呢？舒云熙，别以为你戳破使臣诡计，本宫就没法子让你原形毕露了。皇后娘娘，自是雅战，臣妾自当奉陪。那便一言为定。贤妃娘娘，臣妾准备了一题，想向娘娘讨教。本宫洗耳恭听。臣妾前些天偶然翻看一本古书，上面写着“观星见斗”，其为指东，天下大旱；其为指北，水患连年。不知道这个说法，娘娘您怎么看？娘娘最爱看画本，哪懂这些文绉绉的东西啊？这下可怎么办？星辰运转，本就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若是单凭斗柄指向哪里，就简单的跟天灾扯上关系，恐怕不是先贤们真正的意思吧。那依贤妃娘娘高见，该当如何？还好我昨天正好看过这本书，不然还真要被他问住了。所谓夜观星象，并非只是为了算命占卜，而是为了更好的掌握时时，便于耕种。所谓斗柄指向东方，这预示着春天到来，气温回暖，提醒大家早做防旱准备。所谓斗柄指向北方，这说明冬天已经来了，雨雪增多，这要提醒着可能发生水灾的地方。皇上，臣妾斗胆说一句，有君者应当多体察民间疾苦，顺应时事变化，才能有效的防灾减祸，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贤妃所言，深得朕心。观星并非迷信，而是洞察与警示，能将古籍奥义引申至治国之理，实属难得。真是个死读书的蠢货，这才几句话就被舒云熙牵着鼻子走。贤妃娘娘一番见识，臣妾佩服。臣妾还有疑问，不知娘娘以内，女人的本分，本宫认为
要看她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听娘娘的意思，莫非贤妃娘娘认为女子干预朝政、抛头露面，也算是本分吗？既然铁了心了，要给我扣个不安于世、品级思臣的帽子。赵婕妤此言差矣，做母亲的有方教导孩子，做妻子的贤德打理家务，而我们做臣妾的，为皇上分忧，都是女人的本分。好，好，好，女子所学若都如贤妃这般通透，朕便省心了许多。巧言善辩，我还真是小看了你。朕的贤妃不仅有倾城之貌，更有经世之才，实属我大言之福。贤妃今日所言，当为后宫楷模。贤妃妹妹见解独到，令臣妾也深受启发。皇上能得贤妃妹妹这般贤内助，实在是百姓之福。舒云熙，你这张嘴倒是越来越厉害，竟能将歪理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连皇上都被你迷惑了。看来寻常手段是奈你不得了。多谢娘娘谬赞，臣妾只是随便说说罢了。贤妃妹妹如今怀有身孕，身子娇贵，本宫特意买了上好的补品来给妹妹补补身子。舒云熙，本宫本想去母留子，但你出尔反尔，这孩子便留不得。劳皇后娘娘惦念，臣妾惶恐，快请上座。呈上来。这可是用多种精致药材精心熬制成补汤，对龙胎大有裨益，妹妹可要趁热服用。这气味，寻常人怕是闻不出来，但这极淡的异香与麝香有些相似。劳皇后娘娘费心了，这补品闻着便知是极好的。梨儿，替我谢过皇后娘娘，仔细收好。是啊，妹妹可要尽快服用，莫要辜负了本宫的一番心意。这样下去，她若怀了胎，一了百了；若不成，赵婕妤与她的恩怨未解，这锅她背定了。无论如何，本宫都是赢家。臣妾遵命，臣妾定不会辜负娘娘厚望。本宫宫中还有事务要处理，不便多聊。妹妹好生歇息。恭送皇后娘娘。留步。娘娘，这补品先放着吧，本宫有用。皇上，来。皇上，今日皇后娘娘特意送来补品，说是对龙胎极好。臣妾想着，这等上等的好品，应该与皇上分享这份心情才行。皇后会有这份心？或许是您刚拿回兵权，敲打了他一番，收敛了许多吧。好喝吗？入口甘醇，确实是上等好品。多谢娘娘费。你怎么了？皇上，臣妾多次有些。皇上，皇上，皇上，臣妾的孩子。皇上，娘娘她传太医，快传太医！诺。启禀皇上娘娘，
微臣查验了这些补品之中，确实含有少量红花，此物活血化瘀，孕妇忌用，有伤胎之虞。舒云熙，你可真走运了！本宫下了这么重的药，你的孩子竟然还能保住。哼，可惜呀，你真的以为本宫没有后招了吗？皇后，你还有什么话说？皇上明鉴，臣妾可以对天发誓，绝对没有半分要伤害贤妃妹妹之心。大胆奴才！本宫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要派一个靠谱之人去御膳房盯着补品熬制。你告诉本宫，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纰漏？娘娘息怒，奴婢不该偷懒，应该亲自盯着御膳房的。这定是宫人们粗心大意，才出了差池，亦或是有人暗中陷害娘娘。对，一定是这样。皇上，贤妃妹妹肚中怀的可是大燕王朝第一个孩子，说到底，生出来之后还要叫臣妾一声皇额娘，臣妾为何要害她？这其中一定有人蓄意谋害，想要诬陷臣妾。陷害我的人不正是你吗？事到如今，你还在演。启禀皇上，娘娘，奴婢想起一事。前日去御药房取药材时，曾遇到赵婕妤，她行色匆忙，还拉着奴婢问东问西。现在想来，着实可疑。赵婕妤，他问奴婢，贤妃娘娘近期胎相如何，还问了什么？快说！问了孕妇误食何物，会小产。原来皇后早就找好了背锅之人。赵婕妤竟有这般心思，难不成是上次斗文失败，对贤妃妹妹产生了记恨之心，故而行此歹毒之事？来人，带赵婕妤。赵婕妤，你可知罪？臣妾不知，还请皇上明示。太医已经查明，皇后今日送贤妃娘娘的汤中含有不少毒药。陈嬷嬷指认是你进出了御药房，还向她询问贤妃娘娘怀孕一事。在你离开御药房之后，药品就出了问题，你还说你不知？不是臣妾，皇上，臣妾是去过御药房，但那是回宫前水土不服导致身体不适，臣妾只是给自己选取调理的药子，但绝没有碰贤妃娘娘的药品啊。那你是承认你问过陈嬷嬷贤妃娘娘怀孕之事？臣妾询问，是因为看到贤妃娘娘为了保胎竟如此周到，心生感慨，但臣妾绝没有伤害子嗣之心啊。赵婕妤，你竟如此大胆，行戕害龙嗣之事，实在是歹毒之极，该当何罪？臣妾真的是冤枉的呀！来人！皇上，臣妾觉得此事定有蹊跷。赵婕妤若是当真想害臣妾，多的是法子，为何偏偏选在皇后娘娘送补品时？那岂不是把皇后娘娘给拉下水？如此蠢笨，不是她这个大言才女想出来的。想害臣妾孩子的人，怕是另有其人。苏曼曼这一手祸水东移，真狠！无论是我滑胎，还是赵婕妤被罚，她都稳坐钓鱼台，半点不受牵连。另有其人。臣妾记得补品是陈嬷嬷亲自安排人盯着熬制并取走，不知可否传着宫人一问，看中途是否有异样。贤妃妹妹说的不无道理，或许是本宫宫中有哪个奴才手脚不干净，被人利用了，也未可知。陈嬷嬷去将今日御膳房中熬制补药的宫女喊来。是。苏曼曼这么轻易就松口，一定还有后招。我这个领导可真难搞啊！说，你今日在御药房的药品，从熬制到送到贤妃娘娘手中，中途可有异样？敢有半句谎话，定斩不饶！奴婢不敢欺瞒皇上，这次补药奴婢全程照看，绝无假手于人。只是在熬制过程中，婕妤娘娘宫里的小太监曾来过，说娘娘胃口不好，要讨些补药。奴婢
就分神闲聊了一些。这苏妈妈是铁了心了，要把这黑锅甩给赵婕妤。皇上，臣妾宫里的小林子确实去过御药房，但是他只是替臣妾去领取补汤，他绝对不可能。那小太监在你应付他之时，可有其他人靠近过贤妃娘娘的汤药？当时我背对着他，他站在我身后，我也没看到他敢不敢。皇上，臣妾觉得此事已了，无需再查。赵婕妤一再狡辩，拒不承认，那就打到他承认。来人，把赵婕妤给本宫带下去。慢着，皇上，臣妾觉得事关皇嗣，不可轻易论断。贤妃妹妹，这是说的哪里话？赵婕妤戕害皇嗣，证据确凿，而你却一再阻拦，莫不是今天这一出戏是你故意为之？皇后娘娘，还请慎言。事关皇嗣，确实不能轻易。但皇后娘娘说的也对，证据确凿，此事还有变数。皇上，今日臣妾服用补品时，发现今日皇后娘娘送来的补品比往日还稀薄些，可当时臣妾并未在意。皇上，奴婢也能证明，今日送来的汤汁比往日送来的稀薄许多，奴婢还以为是炖煮的火候问题。稀薄？用原本的汤料倒掉一些，再加入其他的东西，在分量上确实看不出来什么，但口感、汤色一定有区别。不如把那小太监叫过来，一同对质。皇上饶命！奴才这着奉祗禕娘娘之命去偷补汤，奴才见宫女姐姐忙碌，她那药罐摆在旁边，奴才也是好奇便去瞧了一眼，但是奴才发誓，奴才并没有碰里面的东西，更没有下毒。你只是看了一眼，那你可发现里面有什么吗？奴才没有看清，就是有一股药味儿。去查赵婕妤宫中所有的例汤以及药渣。启禀皇上，微臣查验了赵婕妤今日所用药渣，并无红花成分，但在其寝殿的角落发现了一只几乎燃尽的香炉，那香炉里的香灰有些异常。有何异常？那香灰里除了平常成分，还夹杂着少量的红花粉末。这香炉怎么可能会有红花？人证物证俱在。赵婕妤，你还有何话说？你假借身子不适为由，多次进入御用之区，趁机打探孕妇滑胎之事，更借喝补药之名，派人给贤妃下毒，意图将下毒之事嫁祸给本宫。你竟如此歹毒！用香炉残渣里的红花来定罪，这栽赃陷害的手段也太低级了吧？不是臣妾，皇上，臣妾的香炉许久都未曾使用，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贤妃，你觉得呢？皇上，赵婕妤若当真要下毒，为何自己的香炉里面会有红花粉末？那岂非此地无银300两？再者，御膳房耳目众多，那小太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精准下毒而不被发现，此事颇有难度啊。贤妃妹妹心地善良，不愿相信人心险恶，但证据确凿，由不得她狡辩。皇后娘娘，并非是臣妾不信，而是这件事疑点颇多。比如，既然宫女一直守着药罐，那为何补品会变得稀薄？只要有疑点，那这件事便不能断定是赵婕妤所为。不是赵婕妤，又是何人？苏曼曼身居后宫多年，那些女人争斗的手段，怕是她敢说第二，无人敢言第一。难道这一次真的无法扭转局势了吗？启禀皇上，方才审问了御膳房今日当值的工人，有一名烧火的小太监招认，说曾在熬制补药期间，看见了皇后娘娘身边的陈嬷嬷在药罐旁停留了片刻。皇上，奴婢冤枉啊！奴婢是奉皇后娘娘旨意，前去查看补品熬制的进度，绝无他项。陈嬷嬷，本宫一向信任于你，你为何如此糊涂？本宫何时让你独自一人去过了？你再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其他人接近过药罐？奴婢想起来了，奴婢想起来了。皇上，皇后娘娘，奴婢带人从御膳房将食盒取出来的时候，转角处碰见了血肠在。
狗咬狗，一嘴毛，这老刁奴反应还真快。他是皇后最亲近的人，一个奴才没胆子害皇嗣，若是定罪，必然牵连到苏曼曼。此时把苏映雪牵扯进来，看来皇后是要弃车保帅了。雪常在，你再仔细想想，陈嬷嬷污蔑主子，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苏映雪，她去那里干什么？雪常在问奴婢，食盒里面放了什么好东西，这么香。奴婢回了，是贤妃娘娘的补品。他还凑上前闻了闻，趁奴婢不注意打开了盒子，说是关系贤妃娘娘和皇嗣。奴婢当时就提醒了，御赐之物岂敢随意窥探。他还训斥奴婢。皇上，映雪平日一向莽撞，但本心不坏，许是一时好奇。皇后娘娘，这恐怕不只是好奇吧？妹妹记得，雪常在与臣妾素来不算亲厚。她若是真关心臣妾的话，那为何不亲自来启祥宫看望臣妾呢？偏要在半路偶遇这食盒。传苏映雪。诺。臣妾参见皇上、皇后娘娘、贤妃娘娘。苏映雪，朕问你，你今日可曾遇见陈嬷嬷？看了她手中送去的补药。回皇上，臣妾确实看见了陈嬷嬷，但也只是远远的看着而已。至于查看食盒一事，更是子虚乌有。陈嬷嬷，你为什么要？奴婢不敢诬陷雪常在，奴婢说的句句属实。你当时还说贤妃娘娘好福气，皇后娘娘也疼爱，你也想沾沾喜气呢。你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样的话？我看你行色匆匆，根本就没有上去跟你打招呼。这个狗奴才为了自保，竟然把事推给映雪。事到如今，为了不牵扯到本宫，本宫也只能牺牲他。映雪，你是我苏家中人，应该知道什么是规矩体统，这什么该碰，什么不该碰，难道还要本宫一句一句来教你不成？为了保全自己，甩锅赵婕妤不成，竟坑起自家人。不过这倒是逼苏曼曼自断一臂的好法子。你父亲在边关述职，母亲在府中操持，想来很是不易。若是因为你一些不懂事的举动连累了家人，那可就是大不孝了。堂姐这是什么意思？她竟然想让我背这个黑锅，我还不想死。皇后娘娘，臣妾没有，臣妾敢对天发誓，从来都没有碰过那个食盒。此事事关皇嗣，就算我平日里再瞧不上淑一些，也知道轻重呀。那你是说本宫的贴身嬷嬷会冒着杀头的重罪？我该怎么办？堂姐就是要定我死罪，如果我不认，爹娘他们……映雪，本宫知道你年轻，难免会做出什么出格之事，但做错了事就要认，藏着掖着便是错上加错。要是此刻认罪，皇上还会看在苏家往日的功劳份上从轻发落，但若你抵死不认，那便是欺君之罪，到时候莫说是你，就连你的爹娘……苏映雪，朕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对贤妃下毒，还栽赃陷害赵婕妤？皇上也不会相信我的。在皇上眼里，皇后的话，苏家的颜面，比我一个小小的常在的性命多得多。爹娘，我对不起你们。皇上，臣妾认罪。是臣妾一时糊涂，嫉妒贤妃说怀有子嗣，又得圣宠，便偷偷将红花加入了食盒之中，还嫁祸给了赵婕妤，还请皇上从轻发落。借刀杀人，
嫁祸人，真是炉火纯青。可怜这苏映雪，到头来也不过是后宫争斗中一枚可以随意。映雪，糊涂，你真是糊涂！本宫平日是如何教导于你，你怎么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你可知毒害皇嗣是何等大罪？臣妾罪该万死。皇上，虽然苏映雪是苏家旁支所出，喊臣妾一声堂姐，但事关皇家血脉和后宫安宁，臣妾恳请皇上千万不要因为她姓苏便有所宽恕，寒了天下人之心。以前还一口一个我们苏家人，现在成了他姓苏，这个苏曼曼，哼！你既已认罪，那朕便好好问你，这红花，你从何而来？你又是如何精准的在陈嬷嬷眼皮子底下将这红花投入补品当中？你一个常在，哪来的手段？皇上，雪常在平日里就不是心思缜密之人。要说他能悄无声息的弄到红花，还能躲避陈嬷嬷的耳目，精准下毒，这手法……臣妾嫉妒贤妃娘娘，才一时鬼迷了心窍。自从堂姐将凤音交由贤妃娘娘掌管之后，我便心生怨恨。凭什么她一个寒门之女能骑在我们苏家人的头上？没错，红花确实是我向宫外偷偷采买，趁着陈嬷嬷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投入食盒中的。苏曼曼，你赢了，用一个庶女的命换自己的清白。苏映雪心肠歹毒，谋害皇嗣，罪无可恕。臣妾认罪。朕念你苏家对社稷有功，留你全尸。来人，将他打入冷宫，401条，自行了断。皇后，近来后宫琐事频出，先是贤妃险些滑胎，现在又是苏映雪谋害皇嗣。你是这6宫之主，这些事你应该多多操心，整肃一下后宫宫闱，莫要让这些阿杂事污了朕的耳朵。皇上教训的是，臣妾一定严加管束，定不辜负皇上期待。你起来。多谢皇上。此事你无需过悔。赵解宇，你是无妄之灾，朕会对你进行例行补偿。谢皇上体恤。谢妃，今日受惊，多加休息。多谢皇上关怀。都下去吧。贤妃妹妹，在这后宫之中，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你可千万要好自为之，不要走雪常在的路。多谢娘娘提点，只是这宫里风大，娘娘也要小心，莫要为了男人闪了自己的腰才好。本宫的身子就不劳贤妃妹妹费心了。如今妹妹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养胎，争取早日为皇上诞下一个健康的皇子，那才是你最大的福气。回宫。贤妃娘娘，今日若非您仗义直言，臣妾恐怕已是百口莫辩，难辞其咎了。赵姐姐言重了，说到底还是皇上圣明，还姐姐一个清白。皇上圣明是一回事，娘娘的恩情是另一回事。以前是臣妾目光短浅，听信小人挑拨，同娘娘多有误会，还望娘娘海涵。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这深宫之中，能多一个说话的人也是难得。娘娘说的是，今日娘娘救我一命，他日若有效劳之处，臣妾定万死不辞。姐姐客气了。儿臣参见母后。
母后凤体安康，乃大言之福。哀家离宫数月，宫中倒是热闹。贤妃怀有龙裔是喜事，但是后宫女子当以贤良淑德为本，相夫教子是正道。朝堂之事，并非女子过多涉足之地。母后教训的是，儿臣身为皇后，却未能管理好后宫，还导致贤妃。是臣妾失职。这婆媳一唱一和的，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太后娘娘，臣妾出入文渊阁，参与国事，皆是皇上圣意，臣妾不敢有半分私心。臣妾所学，若是能为大言尽绵薄之力，纵有些许非议，亦无碍。母后，贤妃所为，皆有朕的允准。皇帝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但是祖宗的规矩不能废，后宫安宁，方能国泰民安。皇帝下月便是秋猎，已组织后宫女眷随行。贤妃虽怀有身孕，但去皇家猎场散散心，对胎儿也好。母后说的是。你们都退下吧，朕想与贤妃单独走走。皇上，此处临身，唯恐……无妨，有朕在，退下。是。皇上，这荒郊野岭的，你把其他人都遣走了，不怕臣妾对你图谋不轨？哦，爱妃要如何对朕图谋不轨？皇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正经了？在爱妃面前，朕何须正经？如果不是你来到朕的身边，朕这天下还在苏家人手中。苏家如今大势已去，朕难得这么轻松。啦啦啦啦啦啦！谁？狗皇帝，毁我苏家，拿命来！呀！皇上小心！皇上，你受伤了。没事。微臣救驾来迟，请陛下恕罪。大胆苏渊，竟敢弑君！大胆苏渊，竟敢刺杀皇上，还不速手就擒！萧雨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昏君！我苏家为你打下这天下，你竟如此对我！我死也要拉你做垫背的！冥顽不灵！爹，你为何会在此处？皇上恕罪，老臣救驾来迟。老臣早就察觉苏渊这个老贼心怀不轨，自他兵权被夺之后，便一直派人暗中监视。近日发现他暗中召集部下，又听闻皇上今日在此秋猎，又带了少量随从，便猜测他会在此行刺，故联合了几位老将军，一路暗中尾随护驾。不曾想这逆贼惊了圣驾。回禀皇上，苏渊狼子野心，罪该万死。前些时日，吉祥宫的刺客经我等查证，都是苏渊这厮暗中指使，苏家已经谋逆了。好一个苏渊！朕待他苏家不保，他竟屡次三番挑战朕的底线。属下该死，让逆贼有可乘之机，愿皇上降罪。罪臣苏渊犯上谋乱，一同弑君，被朕当场扼杀。传朕旨，封锁猎场，将苏渊余孽及其府上众人一并捉拿，务必严加审查。是。
皇上，你的伤得赶紧回宫处理。还好你没事。皇后娘娘驾到！皇上，臣妾前来请罪。皇上，臣妾兄长诉冤，狼子野心，罪不容诛。臣妾身为苏家女，却未能查清行迹，险些酿成大祸，背弃皇上，实在罪无可恕。但恳请皇上看在苏家列祖列宗曾为大言抛头颅洒热血的份上，饶恕苏家其他人，他们是无辜的。好一个无辜！今日刺杀，他恨不得把朕大卸8块，更是联合旧部暗中养兵。这种行径，不是造反是什么？你敢说追随他的那些旧部都是无辜的吗？你们苏家人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太后娘娘驾到！哀家听说苏渊行刺，你受伤了。儿臣不孝，让母后受惊了，只是一些皮外伤，并无大碍。臣妾见过太后。今日为何会带皇帝去这么偏的地方，还支开了侍卫？母后，侍卫是儿臣撤下，与贤妃无关。太后，是臣妾未能保护皇上，臣妾失职，幸亏皇上洪福齐天。只是没想到苏渊竟敢行刺皇上，此等罪责应该严惩。母后，儿臣有罪，不敢起身。臣妾兄长犯此滔天大罪，臣妾无颜面对皇上，更无颜面对母后。皇帝，苏渊虽罪大恶极，但是苏家毕竟为了大言立下汗马功劳。皇后嫁你多年，纵无功劳也有苦劳。上次启祥宫遇刺，她奋不顾身为你挡箭，哀家都看在眼里。此事想必她也是被蒙在鼓里。太后果然是向着苏曼伦的，一出事就来当搅屎棍。不过这次苏渊是板上钉钉的谋逆，古往今来，谋逆者便杀全族，他还能怎么保？蒙在鼓里？苏渊是他异母同胞的兄长，他暗中集结旧部，意图谋逆，他会毫不知情？皇上明鉴，臣妾虽与兄长是血亲，但自从皇上斥责了兄长之后，他便对臣妾多有怨言，一直怨恨臣妾未能为他费心周旋，所以之后种种从来未与臣妾商量。若是臣妾知情，必会拼死阻止，绝对不会允许他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皇帝，皇后说的有道理，苏渊跋扈惯了，未必会将所有事情都告知皇后。如今他已伏诛，你又何必要赶尽杀绝呢？会让朝中人心不安。母后，苏渊弑君，犯的是诛九族的大罪，如果不严加惩戒，何以震慑天下？何以慰藉那些险些丧命的将士？皇帝，哀家也是苏家人，你身上更是流了一半苏家的血，难道你也把哀家诛了不成？难怪皇上这么憎恶苏家，这老婆是苏家的，自己妈妈也是，这天下说是姓苏也不为过。为今之计啊，只能……贤妃，皇上，臣妾许是受了惊吓，有些心慌。苏家之事牵扯至深，皇上需与太后从长计议，莫要因此事伤了母子情分，也莫要因一时之气伤了龙体啊。云溪这是在提醒朕，苏家盘根错节，急于连根拔起，很有可能引起朝廷动荡。还是贤妃够大气。苏渊谋逆，罪大恶极，苏家及其一众涉案人员押入大理寺，严加审讯。至于皇后，皇上，我苏家出如此反臣，臣妾无颜再居中宫，臣妾恳请皇上废除臣妾皇后之位，臣妾愿此生与青灯古佛相伴，
为皇上、为大言祈福，以赎我苏家之罪。废后，皇帝、皇后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大言的国母。苏家刚刚出了叛逆，你又急着废后，岂不是让天下人看我皇家的笑话？更是让朝廷不稳，人心惶惶，国体威严何在？皇家颜面何在？皇后与太后的宗族同系一支，好一招以退为进。母后所言极是，皇后毕竟是皇后，是朕亲封的6宫之主。苏渊谋逆，务必严加审查。皇后为朕打过剑，功是功，过是过，赏罚应该分开来算。苏渊余孽，严加审查。至于皇后，永进雍华宫，无诏不得出。奴才遵旨。前脚是我封印，现在他又要我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活死人皇后。萧雨天这一招，比直接废后还要诛心。从今日起，宫中事宜交于贤妃打理，未通皇后。臣妾遵旨。哥哥这个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娘娘，皇上这次是真的要处置苏家了。本宫还没输，只要本宫还是皇后，只要太后还在，本宫就还有翻身的机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眼下舒云熙那个贱人还怀着孩子，萧玉天把她当个宝一样，待她生下孩子，本宫就让她知道这个后宫、这个朝堂，甚至这个天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舒云熙、萧玉天，你们给我等着！本宫失去的，我一点一点的都拿回来。妹妹如今代长凤印，真是好大的威风。姐姐说笑了，妹妹只是奉皇上之命前来探望姐姐。探望？本宫如今这幽华宫可是冷宫，妹妹也不怕沾染晦气。姐姐还是皇后，妹妹理当探视。妹妹当真是贴心。本宫这段时日抄经念佛，亦是为妹妹肚子里的孩子积福。皇后娘娘有心了，妹妹感激不尽。一定会多劝劝皇上，让娘娘早日解除禁令。妹妹如今肚子里怀着龙翼，又得皇上恩宠，当真是羡煞旁人。不过这后宫的路还长着，这凤位本宫做的，旁人可未必做得稳。多谢姐姐吉言，妹妹还有公务要处理，就不久留了。娘娘，您交代的事已经办妥了。舒云熙，本宫倒要看看你还能得意多久。舒曼曼如此有恃无恐，难道她还有什么后手不成？贤妃娘娘，请留步。赵婕妤，何事如此慌张？借不说话。娘娘，您千万要当心皇后啊！臣妾这几日闲挂，意外发现皇后身边的陈某前几日乔装出宫，花重金买通了京城所有的稳婆。什么？不仅如此，臣妾还打听到皇后私下里一直在秘密联络一些曾经与苏家交好的旧臣，让他们收拢苏家那些逃散的余部。苏曼曼果然贼心不死，买通所有稳婆，私联大臣，她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娘娘，你一定要早做防范。多谢赵姐姐及时告知，此事本宫有主意。苏曼曼，娘娘，您千万要当心皇后。我的孩子，
又做噩梦了，气色怎么这么差？娘，宫中的稳婆，我一个都信不过。那这可怎么办？娘娘，您就快临盆了。本宫要为父出宫，找个可靠的大夫。娘娘，这个万万不可！皇上知道了不行，皇上为了稳住朝堂，已经很费神了，绝不能让他再分心。你去准备，就说本宫最近忧思过重，胎气不稳，需要静养，任何人都不得打扰。是，娘娘。公子，您怎么会在此处出现？朕还没问你呢，你怎么出宫了？臣妾担心宫中稳婆不可信，本次出宫想另找大夫。云溪，你受委屈了。其实朕也想到这件事了。皇上，朕已经为你寻到了一位女神医，医术通神，只是这位女神医脾气有些古怪，朕亲自登门去了3次，都未能请送她。原来她一直在为我奔波。皇上为臣妾费心至此，臣妾万分感激。臣妾愿与皇上一同前去，或许能有机会说服神医。好，立刻备马，即刻启程。诺。皇上，这位女神医究竟有何怪癖，竟让您3顾茅庐都未能请动？她呀，规矩多得很。1，不依王公贵胄，说他们命太硬，她医不好。这倒是有趣。2嘛，就是不依心术不正之人，说会污了他的眼。这3嘛，不依长得丑的。竟有此等规矩！皇上，您前次去可见了他一面？前2次是他的药童来拒绝了朕。这第3次嘛，朕倒是遇见，只不过他隔着竹帘对朕说，朕不像短命之人，他不依朕。看来这个神医还当真是个奇人。你放心，有朕在，为了你和孩子，朕定会说服他出手。娘娘，这里好安静啊。就是这里了。云溪，这位女神医脾气确实不太好相与。皇上放心，为了孩子，我会尽力的。说了不见客，再敢叨扰，休怪老婆子不客气。神医前辈，晚辈舒云溪今日前来，只因担心腹中胎儿会被奸人所害，万般无奈，才斗胆前来叨扰，恳请神医施以援手。晚辈愿以调香之术相赠，或为神医做牛做马，在所不辞。这神医脾气是有些古怪，就得来点实际的，他总有需要的东西。调香之术，你一个女子竟懂得调香？上钩了。我师父说了，想见他得先过我这3关，否则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放肆！朕来。小师傅，哪3关？第1关，看，山涧旁长满了各类草药，半个时辰内采回20种无毒且有安胎效用的草药，多一种少一种，或者采错了都算输。
好，灵儿在此等候。幸好我当年为了研发纯天然香水，恶补过植物学和基础药理，这些草药倒也难不倒我。看他娇滴滴的模样，没想到他还真认识草药。小师傅，请过目。不多不少，正好20种，均为安胎良药。第一关你过了。多谢小师傅。那第2关是？看到那些药罐了吗？每个药罐里都有一种药材，你需蒙着眼睛，仅凭嗅觉分辨出每个药罐的名字及其主要药性。蒙眼辨药，这如何能做到？小师傅，请走。当归活血补血，调经止痛。白芍养血柔肝，缓中止痛。川穹活血补气，祛风止痛。黄芪补气固表，利尿脱毒。益草益气补中，清热解毒。姑娘博学才识，小女子佩服。对于一个调香师而言，这简直是送分题。好说好说。第3关是？第3关，师傅根本没有说还有第3关呢。前2关寻常人一般都过不去。吵吵嚷嚷，成何体统？师傅，哟，这位不是三顾茅庐的贵人吗？怎么今日又来了？这位身怀6甲的，便是你娘子吧？柳神医，在下请求柳神医为我夫人接生，在母子平安后酬劳随便柳神医开。接生，老身只救该救之人，从不伺候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贵人。不过嘛，念你一片诚心，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把那边的粪桶挑过来，给这片地施肥。施完之后，把地翻一遍。做完这些之后，我再考虑考虑，救还是不救。神医，这可如何使得呀？主子他怎么，贵人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吗？连这点事都做不来，何谈救你的娘子？罢了罢了，你们还是走吧，莫要脏了我的地方。等等，嘴上答应谁都会，我可看着呢。哼！相公，这荒地开垦绝非易事，要不……夫人放心，为了你和孩子，我什么都做得。哎呦！主子，让奴才来吧！啊，不用，退下。皇上，晚境之举，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喝茶。
相公，没事，我还能再坚持一下。来，先喝口水吧。光开地有什么用？土地贫瘠，庄稼也活不了。那边是粪堆，把这地好好的施一遍肥。好。神医，你可不能这么折辱人呐！折辱？他是当今圣上啊！皇上为了贤妃娘娘已经做到了这份上了，我就求求您了，别再为难皇上了，奴才给您磕头。皇上，老婆子我早就知道。你，所以你是故意让朕做这些的？没错，光做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开地、浇粪、种菜，这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普通农家人为了妻子儿女都会做的事情。你一个95之尊，只是做了普通人做的事情，就觉得自己是惊天动地的牺牲，就能证明你不爱江山，只爱美人？哼，帝王情深不过是天大的笑话。神医，你此言差矣，皇上他……贤妃娘娘，老婆子我倒是听说过。质变藩邦使臣，巧破朝堂困境。据百姓传言，你是大言智囊，果真名不虚传。我柳氏一门世代行医，从不与皇家沾染，自便有了那3条规矩，也从不信什么帝王情深。你一直都在戏耍朕。没错，但我却是可以信一信这位有才智的女子。贤妃娘娘，你之前能破我2道难题，有才智，有智慧。如今还有最后一题，你若能答出，我便亲自为你接生，保你母子平安，如何？坐吧。这个山谷方圆10里，所有生灵、花鸟鱼虫，生命周期都比外界快了3倍。还请贤妃娘娘给老婆子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生命周期加快3倍，这不合常理，除非有特殊的环境因素。柳神医，您所言都是真的，所有生灵无一例外。我从不妄言，句句属实。你若不信，大可自行取证。系统，用封印神秘脚印兑换环境扫描仪，扫描周围环境数据，分析异常原因。宿主，恭喜你获得成功。扫描结果：山谷内存在高浓度特殊元素，影响生物和细胞的分解数量。同时，空气中含氧量异常偏高，光照的强度和频率与外界也不同。高浓度特殊元素、高氧、特殊光照，这些因素叠加，确实可能加速生命进程。但要如何解释，才能让神医信服呢？神医，本宫觉得这并非是自然现象。哦，本宫猜测，山谷底下或许蕴含着某种奇石，能够散发特殊的气息。再辅以这种特殊的建筑材料，改变了山谷内的光照和空气成分。继续说。这种人为构造的自然环境，极大地改变了生灵的生长和代谢速度。这并非是妖术，而是对自然规律的巧妙运用和极致的营造。你既能看出是人为，还能猜出这其中的原理。本宫只是结合过往所学，再辅以观察。神医这茅屋的材料并非寻常木石，能够更好地汇聚阳光，使得室内的空气更加的清新，呼吸吐纳间5脏6腑都觉得舒畅。好一个大言贤妃，果然有胆有识，
不仅有入微的观察力，还有过人的才智。这最后一题你过了。啊，太好了！贤妃娘娘太厉害了！贤妃娘娘吉人天下，娘娘生产之日，我便亲自为你接生，保你母子平安。多谢神医。娘娘，用力呀！用力呀！这怎么还没生出来？这都折腾一晚上了，偏偏这时候皇上又感染了中风寒，真……娘娘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时辰已到，该动手了。本宫只要皇子，至于苏云溪，本宫要他死无葬身之地。太后娘娘，请不要为难奴才们。你放心，只要你肯乖乖的，奴才们一定不会伤害你。你们这些乱臣贼子，哀家绝对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太后娘娘，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如今整个皇宫都在皇后的掌控之中，你就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曼曼，你糊涂啊！哎呀，杀！一个不留！杀！杀！有刺客保护贤妃娘娘！哎呀！娘娘快放松，快了，快了！娘娘快了，我看到头了，不行，快出来了，用力，用力呀！娘娘小心！皇上，刘公公不是说皇上感冒昏迷了吗？这皇家人果然一个比一个奸诈呀！娘娘，出来了！参见皇后。今日召集各部大臣前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皇后娘娘，请讲。皇上偶感风寒，高烧不退，长皮不醒。贤妃产下皇子后，更是血崩而亡。正是社稷动荡之时，为了朝堂稳固，本宫决定垂帘听政，辅佐幼主。皇后娘娘，这于理不合吧？这规矩是谁定的？眼下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有何不可？本宫心意已决，谁若不服，就别怪本宫客气。只要本宫控制住朝堂，再扶持幼主登基，这天下终究还是我苏家。苏曼曼，你好大的胆子！你们，这不可能！你真以为外面那些人能拦得住我？简直是痴人说梦！皇后谋逆，罪不容诛，拿下！不要，不要！参见太后娘娘。太后，贤妃，哀家今日总觉得雍华宫里边不大对劲。皇后虽然禁足，但是陈猛频繁出入行宫，行迹鬼祟，哀家担心他暗中勾结苏家余孽，图谋不轨。这是与苏家往来的旧名册，以及苏家过去练兵之所。虽然已经废弃了，但哀家担心那些余党躲在了那里。你务必叫皇帝早做防范。太后，您这是……哀家虽然姓苏，毕竟是大炎的太后，皇后野心太大，迟早会害了皇帝，害了大炎。哀家不能坐视不理。太后大义，臣妾佩服。臣妾定将这名册交给皇上，与皇上共同筹谋。好孩子，你务必保护好你自己的孩子，
哀家相信你，也相信皇帝。娘娘放心，皇上，臣妾害怕，这皇宫上下已经被皇后把控了，臣妾有一计，需要皇上配合。苏曼曼，你机关算尽，却终究逃不过天网恢恢。萧雨天，苏曼曼，朕和贤妃故意设计，就是为了等你出来。你自以为掌控了整个后宫，但殊不知，朕早就知道了你的阴谋。为了不打草惊蛇，朕故意声称突然恶疾，更是放出谣言，说朕命不久矣。是你太过自信。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才是大燕的主宰，本宫才是大燕的未来。你这个淫妇，谋害皇子，挟持皇后，想谋朝篡位，什么天命所归？地狱才是你的归宿。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于西，于西。萧雨天，你也会为一个女人心痛吗？这个毒妇，朕要把你碎尸万段！你放开我！舒雨熙，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你马上就要下来陪我！太医，快称太医！要是云溪有个3长2短，朕要你们所有人都陪葬！皇上，臣妾没事，为皇上挡这一刀。是臣妾的福分。傻瓜，朕不许你死，朕不许！萧雨天，这一次你的心里应该完完全全装下我舒云熙了吧？娘娘伤口很深，失血过多，万幸没有伤及要害，微臣先为娘娘止血。警告！宿主生命垂危，宫斗系统最终任务母仪天下即将失败。我在读他萧雨天的真心。于西，于西，于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苏氏曼曼构陷忠良，谋害皇嗣，更于日前于太和殿行刺，意图谋反，罪不容诛，今赐死，废除其皇后尊号及一切封赏，其母苏氏一族按律严办，余孽尽除，以儆效尤。皇上圣明。贤妃苏氏云熙性姿聪慧，德才兼备，上承天命，下慰民心。今特册封为中宫皇后，统领6宫，母仪天下。皇后千岁千岁千岁！皇子逍遥天资翠美，日表殷奇，今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钦此。太子千岁千岁千岁！臣妾叩谢皇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喜宿主，本宫晋升后宫最高位，宫斗系统任务完成，系统奖励已发放，宿主可以选择留在本世界或回归现代。不了，这里才是我的战场。从今以后，我将与萧雨天并肩，共同治理着万里江山。